最近这段时间，华尔街的大佬们都在喊一件事：中国央行明年可能要大幅降息40个基点，这可是2015年以来最大的降幅啊！大家知道为什么要降这么多吗？因为中国经济实在是扛不住了。我们先看看数据。高盛的预测说，到2025年，中国的7天期逆回购利率有可能从现在的 1.5% 看到 1.1%。这个降幅可不是随便喊喊的，是有根据的。高盛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闪辉说，中国现在面临2大难题，一是国内需求太差，二是明年美国可能加征关税。你说这两头挨打，中国央行不降息能怎么办？非得放水不可呀！不光是高盛这么说，多家国际投行的分析师都认为，中国现在面临的通缩风险比以前更大了。据研究机构预测，明年光是美国加征关税这一下，就能让中国 GDP 少涨0.5个百分点。所以，央行必须得降息40个基点来对冲这个影响。一些国际证券公司的分析更夸张，预测说，中国不光要降政策利率，连贷款市场报价利率都得一起降60个基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中国企业的贷款利率已经连续5个季度高于名义 GDP 增长率了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说企业借钱的成本比赚钱的速度还快，这不是要把企业往死里逼吗？但是降息这事儿也不是那么简单。我给大家算个账，中国的商业银行现在净息差已经创历史新低了，你再降息，这些银行怎么活？而且大家别忘了，中国现在房地产市场还在持续下跌，一旦大幅降息，银行要是出现大面积亏损，可就真完蛋了。再说了，你降息是救经济，但是把人民币往死里贬值啊！现在外资看到这情况，都在往外跑。我查了一下数据，12月初上海外汇市场，人民币已经跌到了1美元兑 7.2996 元，再往下跌破 7.351，那可就是2007年12月以来17年的最低点了。而且根据凯投宏观的预测，明年人民币甚至可能跌到8。大家想想看，中国这是不是进退两难？不降息吧，国内经济撑不住；降息吧，人民币又要暴跌。这不就是那句老话吗？墙倒众人推。偏偏这时候，川普还要对中国加征60%甚至100%的关税，这是要把中国往绝路上逼呀！让我们来看看中美利率的差距。12月4日的数据显示，中美利率差已经扩大到 2.2%。中国这边10年期国债收益率都跌破 2% 了，创下了历史新低。美联储那边加息加得欢，中国这边却在苦苦支撑，这利差不就是越拉越大吗？所以我说啊，2025年中国经济这关真不好过。你说它能撑得住不？我看悬。说到中国经济不行这事儿，大家看看 A 股市场就知道了。最近 A 股的 ETF 基金就跟漏水的船一样，连续3天净流出资金215亿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大家都在往外跑，生怕跑得慢了就要被套牢了。我们来看具体数据。Wind 的数据显示，现在中证500、中证1000、沪深300、上证50这些主流 ETF 都在被大规模赎回。光这4类产品，最近3天就被净赎回了280多亿。你说这么多钱往外跑，能不说明问题吗？更有意思的是，创业板指、科创50这些双创 ETF 也扛不住了。以创业板 ETF 为例，连续3个交易日都在被赎回，合计流出了10个亿。咱不是说好了要大力发展科技创新吗？怎么连科技股的 ETF 都在被抛售呢？再看个更吓人的数据，12月4日那天，股票型 ETF 的单日成交额只有893亿元了，比上月底的1136亿少了整整20%多。这说明啥？说明连炒股的人都不愿意炒了呀。具体到各个行业，
那就更惨不忍睹了。12月4日当天，以中正影视主题、中正动漫游戏、国政在线消费为主题的 ETF 全都暴跌。银华中正影视主题 ETF 跌了 3.31%， 国泰中正动漫游戏 ETF 跌了 3.11%。这不是前2天才说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吗？结果股票市场上文化产业股票全线下跌，投资者根本不信这一套。有意思的是，国证2000 ETF 更惨，主力资金连续3天净流出 1.17 亿元。什么是主力资金？就是那些单笔交易超过100万的大户。这些大户可都是聪明钱啊，他们跑得这么快，那后面会发生什么？大家心里没点数吗？市场上有些分析师说，这是因为9月以来大涨后的正常调整。我想说，你糊弄谁呢？如果是正常调整，至于连续3天资金往外跑吗？而且这些资金都跑去哪了？我查了一下，很多都转去买国债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国债收益率虽然低，但至少能保本啊。说到这儿，有些朋友可能会问，那现在该怎么办？有些基金经理建议逢高减仓，逢低布局。我就想问问，你让大家低位布局，万一后面跌得更低呢？现在中国经济这么多问题，房地产还在下跌，明年还要面对美国的关税打击，你跟我说低位布局，这不是坑人吗？看看隔壁香港市场就知道了。恒生指数 ETF 1天之内就净流出638万港元。你说香港离中国这么近，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判断能不准吗？所以我说啊，现在这个市场不是技术性调整的问题，而是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失去信心的问题。就像那句老话说的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在这种时候，还是要懂得见好就收，保住自己的本金要紧。说到最让人头疼的，还是人民币汇率的问题。大家想想看，人民币要是贬值到8，那是什么概念？那可是17年来的新低呀。但现在的情况是，中国可能真的要被迫选择让人民币贬值来对抗美国的关税战了。我们先看看川普放了什么狠话。11月30日，他在社交媒体上警告说，谁要是敢动美元的统治地位，就给谁加征100%的关税。这话一出，人民币立马就跌了374个点，直接跌到了 7.2706。这还不算完，离岸人民币更是跌到了 7.2895， 创下了7月以来的新低。更吓人的是，川普还说要对经过秘鲁前海港到美国的商品征收 60% 关税。这事儿为啥吓人？因为这个港口就是中国在拉美地区投资建设的重要“一带一路”项目啊，这不就等于是在警告中国吗？有人会说，“一带一路”不是号称投资了60多个国家吗？怕什么美国？我给大家算个账，美国现在占全球消费品总额的 30%， 占全球科研领域支出 40%， 拥有全球 50% 以上的顶尖科技公司， GDP 占全球1/4。你说这么大的市场被封锁了，靠“一带一路”那些小国能顶得住吗？更重要的数据是，中国20年来的外汇盈余有 85% 以上是来自美国。但是出口“一带一路”国家呢，基本上没什么外汇盈余。现在中国每年还得往“一带一路”国家砸钱，继续投资建设。这钱从哪来？不还得靠美元储备吗？我查了一下，美元现在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接近 60%， 全球贸易额 80% 以上都是用美元结算。说白了，“一带一路”那些国家欠的债大部分都是美元债。你现在美元升值，人民币贬值，这些国家的债务负担不就更重了吗？这不，官方12月2日在北京开会的时候就急了，说什么要妥善应对各种风险挑战。但是怎么应对？现在的问题是，你一边要维持人民币汇率不能跌太狠，一边又要应对美国的关税战，这不是左右为难吗？
再说说货币贬值这事儿，光大证券的分析师高瑞东说，现在中美利率差已经扩大到 2.2% 了。中国这边为了救经济，只能不停降息，但是美国那边利率还在高位，这利差不就越拉越大吗？人民币不贬值才怪呢。有意思的是，12月4日，中国央行还在通过设定高于市场的中间价来支撑汇率，但这就像是用筷子去挡火车，有用吗？更何况现在中国自己还在强调内循环为主，这不就等于是在为将来可能的闭关锁国做准备吗？所以我说，2025年对中国经济来说真是危机四伏啊！一方面是人民币汇率压力，一方面是美国的关税威胁，再加上国内经济增长乏力，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，这些问题加在一起，真不知道明年中国经济该怎么扛。最近官媒天天在喊形势一片大好，但大家睁开眼睛看看数据就知道了，这不过是在自欺欺人罢了。2025年恐怕才是中国经济真正的至暗时刻。